好，大家好，我是王彦军，来自于哔哩哔哩。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Matroska 的解封装原理与实践。接下来呢，我将从以下5个方面来跟大家展开介绍。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主题的背景。我们这个主题是来源于我们的实际业务，就是 B 站的 Web 投稿页，也是我平时主要负责的业务。那我们的投稿页是 B 站 UGC 内容生产的非常重要的入口，在我们所有端的投稿量中是占据了最大的比例。我们有很多高粉 UP， 他们都会更偏向于使用我们的 Web 投稿页来进行稿件投递。那对于 UP 主来说呢，他们常见的操作就是找到我们的投稿入口，选择好文件，然后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可以提交稿件了。那我们页面也承接了非常多的业务，比如说稿件的封面、分区、话题、活动，还有一些商业相关的内容等等。那 UP 主在我们的页面填写了相关的信息，他们的稿件就能拥有这些属性。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为 UP 主提供了非常多的辅助功能，比如说一些本地草稿存储、在线封面编辑，还有像什么 AI 的封面推荐、分区推荐、标签话题推荐等等。那所有这些功能都是基于一些比较核心的支撑技术，比如 WebAssembly、Fmpeg， 还有 WebCodex， 以及一些图像处理相关的功能。那与我们本次主题相关的几个功能，就是像 AI 封面推荐、分区推荐和标签话题推荐等等。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投稿的基本流程。我用这个吧。好。UP 主选择视频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投稿页。可以看到，它这个视频刚开始上传的时候，我们的推荐封面就能够计算出来了。那 UP 主就可以选择一帧他喜欢的图片作为整个稿件的封面。除此以外呢，他还可以选择一些相关的推荐分区、推荐标签、他感兴趣的话题等等。那这几个功能其实能够帮助我们 UP 主很快的把这些必填的基本信息给填写完成，能够帮助降低他们的投稿门槛呢。这些功能其实有的是纯前端来进行计算的，有的是需要一些服务端的辅助。但是无论是怎么计算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计算速度非常的快。这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我们前端就完成了视频的解析，获取到了视频的截真图片，然后后面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些图片来进行计算的。那这个图片的截真功能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方案。比较基础的方案就是使用 HTML 的 Video Element， 通过它的一些属性和方法来结合 Canvas 完成视频画面帧的绘制。这个方法它的局限性就是它的支持的格式比较有限，只有浏览器本身就支持的音视频格式才能够解析。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更为通用的方案，就是把 Fmpeg 编译成 WebAssembly Module， 然后结合我们的 JS 胶水代码来对整个视频进行解封装和解析。那与基础方案相比，我们的通用方案几乎支持所有的音视频格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性能和资源的消耗会比较大，有的时候会占用比较多的内存，而且我们 UP 主他们本地环境有时候会比较复杂，偶尔就会出现一些卡顿啊、崩溃这些现象。所以我们近期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升级的方案，就是直接使用 JS 来对视频进行解封装，结合我们的 WebCodex API 来进行解码的工作。这个方案我们就可以高效利用 WebCodex 它的硬件加速，解码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兼容性会受到 WebCodex API 的兼容性限制，有些浏览器可能就无法使用。实际生产的时候，我们会几种方案综合来进行。如果某一种方案无法使用的话，会向下降级，这样我们就能保证在性能表现比较好的同时，成功率也不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使用 JS 对视频进行解封装呢？对 MP4 视频，我们当前使用了一个开源的 SDK， 就是 MP4 Box，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 SDK。那我们用 MP4 Box 获取到未解码的视频帧数据之后，把它传递给 WebCodex API。经过 WebCodex 的 Video Decoder 就能获取到已经解码的视频帧数据，这个时候把图像进行绘制，就能得到我们的视频画面。那除了 MP4 以外，我们还有很多视频格式。
比较常见的就是 Matroska WebM 这一类视频格式，在我们投稿页的占比超过了2%，是除了 MP4 以外占比最高的一个格式了。而且它在我们各个粉丝段都有比较固定的 UP 主群体，包括一些高粉 UP， 所以我们对 Matroska WebM 这些视频进行基于 JS 的解封装升级，也是势在必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引入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如何对 Matroska 视频进行基于 JS 的解封装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Matroska 它的封装原理。Matroska 这个词是来自于俄语的套娃。它就和 MP4 很类似，是一种多媒体的封装格式。常见的扩展名有 MKV、MKA 等等，这个可能大家就相对熟悉一点。但是与 MP4 不同的是，它非常的灵活和强大，它可以支持任意编码的音视频，也可以支持任意格式的字幕，还可以同时容纳多条音视频轨和字幕轨，甚至还可以在视频里面封装一些附件、标题、标签、章节等等这些信息。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它的兼容性就会比较差，因为它过于灵活，我们拿到一个 MKV 文件，并不能确定里面的视频是什么编码，能不能播放也都是不可预测、听天由命的。我们可以看右边这几张图片，是一个 MKV 文件它解析后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封装了2条字幕的轨，然后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字幕的附件，字体格式的附件。那在这个视频在播放的时候，就能以它添加的这个字体格式这种样式来展示它的字母，效果就会更好。那这个视频同时还通过添加章节的形式对它的视频进行了划分。那这些功能都是 MP4 所无法具备的。Matroska 它的结构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也可以看最中间的这张图，就是它的组成结构。可以看到它是由一系列完全相同的结构组成的，这些结构就是 Matroska 它的 element， 每一个 element 在它的开头就声明了自己的 ID 和 data size， 这样我们读取每个 element 的前几个字节，就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element， 以及它有多大，到哪里结束。那整个 Matroska 都是由这样的结构组成的。那这些 element 它分别是什么类型，是如何组织在这里的，这是由 Matroska 它的标准和规范约定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Matroska 它整体有2个大的 element， 分别是 EBML header 还有 segment。那它的 header 部分就包含了它整个文档的一些最基础的信息，比如说它的 doc type 就会声明为 Matroska， 而 segment 呢，就是它这个视频里面主要的信息都放在了这里。在这个部分，它定义了8个顶级的 top element， 分别承载了不同的内容。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有这个 seek head， 它是包含了其他 top element 的位置。那有了这个部分，我们在文件解析的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它快速找到其他元素的位置。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比如说 queues 和 cluster。queues 中承载的就是这个视频的一些关键帧的信息，还有它所包含的那些 cluster 的索引位置。那 cluster 就是承载了真正的媒体数据。在这里我只画了一个，但是实际上 Matroska 中 cluster 会有非常多个并列排列在这里。它也是 Matroska 整个文件占据了最大数据量的部分，是它真正的媒体数据。然后整个 Matroska 它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的，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并不复杂，而且因为它是开源的，它的所有的内容 ID 是什么，里面的数据类型是什么，都是可以读取到的。然后我们还要介绍一下 WebM， 在前面介绍 Web 投稿页的投稿格式的时候，视频格式的时候，我们把 Matroska WebM 划分了一个大类，这个就是因为 Matroska 和 WebM 它们的结构是一致的。只是 WebM 在 Matroska 的基础上，对它的音视频编码进行了一些限制，然后把自己的 doc type 指定为了 WebM。与 Matroska 相比 ，WebM 它相对来说就灵活性受到了一些限制，但是由于它对音视频编码进行了限制，它就更加的平台兼容性要更好一些，也更加的标准化一些。然后这几个编码格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效的编码，所以 WebM 文件相对来说一般情况下会体积更小，文件的压缩率也会更高。那么以上就是我们Matroska WebM 它们的封装原理。了解了它们的封装原理，我们就可以去探索一下如何对它们进行解封装。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方案。
我们的目标就是遵循 Matroska 它的结构，使用 JavaScript 来对 Matroska 进行解封装。然后，因为我们最终这一部分是要应用到实际的 C 端的生产环境的，所以要求内存占用要比较小，解析耗时要求是要短一些。然后，希望提供几个常见的 API 来获取我们常用的几个信息。在方案开展之前，我们进行了技术调研，然后发现当前的确存在一些对 Matroska WebM 这类视频进行解封装的 SDK， 但是经过测试发现，这些 SDK 在我们的场景是不可用的。比如说 GSWebM， 它是能够在 Web 端对WebM 这类视频进行解封装的，但是实际测试发现它的内存占用比较大，解析耗时也比较久。而且里面的错误处理会稍微不是特别完善，如果解析过程出现错误，我们是无法知道的。然后 EBML 呢，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库，但是它无法按需进行解析，而且解析后获取的内容会比较底层，需要2次解析。最关键，它现在只能运行在 Node 环境。所以当前开源的方案我们都是不可用的，但是根据我们前面对原理的分析，可以知道 Matroska 视频它的结构是比较规律的，而且整个构成也比较简单，是开源的，所以对它的内容我们开发一个自己的方案，对它层层进行解析是完全可行的。那在实际工作开展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为什么这几个开源 SDK 在我们的场景下是不适用的。首先从文件读取上来看，一种比较常见的文件读取方式就是对视频文件首先进行分片，然后把这些视频分片传入 SDK 接收到这些分片之后，对它们依次进行处理。这种方式非常常见，我们前面提及的这几个 SDK 它们都是这样的处理方式。但是这个方案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局限性就是只能按照顺序来读。那如果他想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有可能就要在内部把这些分片给存取出来，在这种读取方式的基础上，那这个时候它的内存占用就会比较大。比如说 GSWebM， 它就内部重新维护了一份这些分片，导致它内存占用和文件大小是线性相关的。所以这个方案这个特点导致我们不是很能接受。然后从内容解析上来看呢，常见的对 Matroska 文件的解析方式就是按照顺序把它每一个元素来递归展开解析。这就类似于我们面前有一排盒子，我们必须一次性按顺序把盒子以及盒子里面的盒子一个一个全部打开，才能完成一次解析。这种方案其实不是说有什么问题，而是它可能更适用于一些实时的视频流处理或者是服务端的文件解析。但在我们 Web 端浏览器上，通常我们很多时候只需要获取视频的一部分信息，比如我们只想获取它的宽高时长，或者只想获取其中的某一帧画面。这个时候对它整个文件一次性全部进行解析，其实是比较浪费的，而且就是效率也比较低。所以我们是需要突破这种场景，来结合我们的实际业务，来开发出一种更加高效、更加按需的解决方式，解析方式。那我们的实际开发的方案就是，对文件的分片进行按需的读取，我们就不再依赖于刚刚提及的这种文件分片流的这种形式，而是直接获取到它的文件引用，然后按需的对文件进行切片。读取完一个之后，再去获取下一个分片，然后及时也对文件进行销毁。这样我们想读取哪一个位置的视频，再去实时的去进行切片处理。这样的话，内存占用也不会很大。除此以外呢，内容解析上我们也不再一次性把 Matroska 所有的元素全部解析完成，而是先快速获取所有元素的索引位置，然后再按需进行解析。这个主要依赖于 Matroska 它拥有一个 seekhead 这个元素，里面包含了其他 top element 的位置。那有了这些位置之后，我们后续想要解析哪个部分，就依据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按需去切片，然后再去按需的解析对应的 element 就可以了。整个功能它的架构大概是这样子的，我们把它整体分为文件数据读取的部分，还有内容解析的模块。那内容解析我们按照常用的功能提供了几个 API， 分别负责文件的预处理、视频的基础信息获取、视频的真数据获取以及一些附加信息的获取。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模块。
比如说文件预处理这个部分，我们主要做的就是把文件进行初始化，然后解析文件的索引位置。那文件初始化过程就是获取到它的引用，然后开始读入分片。读入分片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解析文件的索引位置。那这个步骤其实进行的会非常的快。这个步骤我们只需要对 EBML 的 header 进行解析，这个部分通常只占几十个字节。然后我们直接去读取它 segment 中的 seek_hat 部分，这样就能获取到一张元素位置的 map。有了这张 map 之后，我们想去解析哪一个位置，就可以不用浪费任何时间，直接去解析这个元素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功能就是获取视频的帧数据。那帧数据我们可以对它全部的进行获取，也可以指定某一个时间戳来进行获取。如果想要获取全部的视频帧数据，我们就把它的 queues 和 cluster 全部完成解析，最后输出出来就可以了。那如果只想要获取某一个视频帧数据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对所有的 cluster 进行解析。我们拿到 queues 之后，根据我们想要的时间戳计算出最接近的关键帧，然后根据这个queues 中所存储的这一个 cluster 的位置，只解析特定的这个 cluster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速度会非常快。那这一步我们主要解析的就是 cluster 和 queues 的部分，然后最终返回的数据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个文档。然后就此呢，我们就能获取到一个针对 Matroska 视频进行解析的 SDK， 叫 MKV Demarcher。那除了 MKV 以外，其实我们还可以对 WebM 进行解析，因为我们 SDK 中并没有对音视频的编码进行校验或者限制，所以你用它来解析一个 WebM 视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它的使用也很简单，我们获取一个实例之后，通过调用它的几个 API 就能拿到相关的数据。它的特点就是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控制了它的内存占用，而且使用了相对比较高效的解析方式，提供了几个常用的 API。我们把这个 SDK 和当前开源的 SDK 进行了一下测试对比，分别看了一下它们的内存占用变化和获取视频帧的耗时变化。结果可以看到，我们新的这个 SDK 它的性能表现是非常可观的，内存占用基本上可以控制在几十兆，然后获取视频帧的耗时可以控制在0.01秒左右。这个在实际生产环境就是比较理想的了。然后第4部分就是把我们这个 SDK 应用在我们的实际业务中。我们把 MKV Demarcher 用在我们的推荐封面获取中，那我们的结帧方案就可以整体进行升级了。我们拿到一个视频之后，首先使用 MKV Demarcher 对它进行封装。然后可以拿到未解码的视频帧数据，然后经过 WebCodex API 就可以获取到解码后的视频帧数据。那获取到视频帧数据之后，把它绘制成图片，再把这些图片送给 TensorFlow.js 进行计算，获取到图片的打分结果，再对打分结果进行排序，就能得到我们最终的推荐封面列表，也就是我们开头所介绍的这个功能。那对于推荐分区和标签话题这一类功能的获取，其实前面都是一样的，就是结帧的过程我们整体进行了升级，只不过拿到图片之后，这一部分我们会使用 JS-Zip 对它进行压缩，然后把压缩包上传到云端，然后它的计算流程是由服务端进行的，我们拉取接口就可以获取到它的推荐分区和标签列表。那我们对 Matroska WebM 这些视频进行了结帧方案升级之后，对升级前后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到最终推荐封面的获取总耗时减少了17%左右，然后推荐分区的总耗时减少了21%。它们各自的流程中，我们结帧环节耗时分别减少了30%几左右。其实我们在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是给 UP 主进行了一些分组，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但是实验组的 UP 由于可能它本身使用的浏览器的限制，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使用到降级方案，所以这个最终的数据是受到了一些稀释。但是整体上来看，这个提升还是比较可观的。而且随着未来WebCodex 在外部平台的逐渐兼容，我相信这个效果肯定会越来越明显。然后第5部分就是接下来的展望。
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来源于我们的实际业务的，所以后续呢，我们也希望继续应用于我们的业务。我们的 Web 投稿页除了前述的这些截止流程，还有很多的视频解析的过程。我们就希望能够继续利用 MKVD Master 它的解析能力，优化其他环节的解析流程。同时呢，这个 SDK 目前它的解析能力还不是特别的完善，是有一小部分内容是无法解析的，所以后续希望能够继续提升它的解析能力，完善对 Matroska 视频的全面支持。那最后呢，也希望跟随着我们的技术发展，视频处理相关的进步，来持续探索，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吧。谢谢大家。